欢迎回到牧师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我们继续中东台第5章下半段的内容啊。上一节呢，我们说到1949年至1987年这38年里，台湾人是怎么从我是中国人变成了我是台湾人的。国民党的高压，228的血债，白色恐怖的恐惧，这些痛苦的记忆啊，促进了台湾本省人的本土意识觉醒。然后随着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的崩塌，把中国和中国人这个标签呢，变成了台湾人想逃离的身份。今天的内容啊，就有一些冷门了，也是很多人没想通的。在这38年里，对岸的老共产党，现在我们都听说，当时啊他们打炮了，但除了打炮之外，他们到底还干了些什么呢？为何宁愿要去朝鲜战场维护金家王朝，却放着如花似玉、穿金戴洋的花姑娘台湾在这里待着？而且别忘了，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可不是孤军奋战啊。彼时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美国也加入了这场混战，让这场关系大战啊变得更加复杂。我们先来看看老共对台湾的态度是怎么变化的。1949年中共建国之前，那些支持台湾独立的话语啊，我们呢就只能当笑话看看了。当1949年中华民国兵败逃往台湾的时候，10月份中共发动了古林头战役，解放军3个团9000多人啊登陆金门，3天血战，几乎全军覆没。这场战役表面上是军事失败，实际上呢是三方心态的分水岭。老共的心态是说，顺手拿下。叶飞叶将军，这位出生在菲律宾的华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的开国上将，以为金门呢只是盘中肉，想什么时候夹就什么时候夹，结果啊全军覆没。毛泽东呢给林彪的电报里说啊，三野叶飞兵团全军覆没，甚为可惜。这一仗啊打醒了老共，渡海作战不是陆地作战，没有制空权，没有制海权，靠木帆船啊打不过去的。而中华民国这边呢，心态从末日恐慌到了也许还有救。蒋介石听到古林头胜利的消息啊，喜极而泣。为什么？因为从1948年到1949年，国军从来就没有打过胜仗，不是投降就是溃败。古林头战役是第一次靠自己打赢，这一仗让国民党上下意识到，我们啊还能打，台湾啊也许还守得住。其实到这里啊，很多影片或者讨论里啊，对于这场战役的总结呢，基本上就结束了。不过本系列毕竟是中东台关系系列，所以我们一定要看一下当时台湾本土人士的感受。1949年古林头刚开打的时候，台湾本岛刚刚走过228事件与初期的清乡活动啊，上集我们说过了，社会精英被大量清洗，幸存者多半在恐惧中晋升，政治冷感在社会上蔓延。当金门打赢，共军暂时过不来的消息传到岛内，大多数人啊接收到的是一个很抽象的资讯，前线挡住了战火，但谁挡住的？为什么挡？普通人啊其实并没有什么参与感。228之后，本省社会精英不是被挨死就是被关被流放，能活下来的人啊对介入政治普遍产生了强烈的厌恶感和自我保护心理。他们一方面对现政权深度不信任，另一方面对即将登场的另一套中国政权也缺乏了解，只能在压抑中默看局势。而古林头的结果更多是被当成又要继续在这个高压政权下活下去，而不是一场能改变自身命运的胜利。反而对很多精英来说，真正决定他们之后立场的不是古林头本身，而是战后那几十年累积的白色恐怖、语言文化管制和党国教育。这些经验不断强化了我们和统治者不是一个世界的感觉，为后来的台湾本土运动呢提供了心理土壤。而绝大多数岛内居民来说啊，古林头只是又一场外面打得很凶的仗，他们关心的是战火会不会烧到本岛，物价会不会乱涨，又会不会被抓去当兵或被征用。关于对岸那一边的资讯高度矛盾，有人听说共产党分田地，穷人翻身，也有人啊从逃来的难民口中听到肃清斗争的恐怖故事。再加上中华民国政府啊强烈的反共宣传，形成了一种谁都不太可信的混乱印象。在这种背景下，古林头胜利并没有立刻转化成我们赢了的集体欢腾，更像是一声啊暂时不用跑了的叹气。不管谁打赢，自己终究是被统治的一方，能期待的只是少一点战乱，多一条活路。当然啊，岛内呢也确实存在一部分与统治者合作的本省地方势力，他们有些是接受体制中的地方要诀，在新政权体系下升迁的商人或者乡绅，或者呢在治安和情报系统中啊扮演一定角色的人。对这群人来说啊，
古林头胜利意味着既有的利益结构可以继续运作下去，他们的安全与地位呢暂时有了保障，因此对战果会表现出很强烈的松一口气，甚至庆祝的情绪。但就人数和社会覆盖面来说，这一群终究是少数，他们的喜悦很难扩散到整个台湾，让整个本省社会都充满国家的胜利感。所以本岛多数居民的主观感受来看呢，古林头更像是个两边中国人在打内战，战场刚好在我们附近，而不是我们为自己国家打了一场决定命运的战争。这种被卷入而非主动参与的感觉再加上战后的长期戒严、白色恐怖，让中华民国、中华民族这些大叙事名词逐渐和日常生活中的监视、审查、恐惧绑在了一起。而相反的，关于日本时期的生活记忆、228和白色恐怖的家族故事呢，以及地方语言与文化习惯，则在家里、庙口、私下聚会中被悄悄地保留了下来，慢慢凝聚成了一种我们是台湾人的共同经验。在这个长时段来看古林头的意义在台湾人的记忆里并不在于战术上的胜利，而在于它让现政权得以在岛上长期存在，而这个长期存在呢，在压迫与反抗的互动中，意外催生出一种愈来愈鲜明的台湾人主体意识。所以当今的独和统派把注意力集中在民主不民主、自由不自由上，一定程度上呢，完全是鸡同鸭讲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些个一个又一个的集体记忆，或者说没有针对这些集体记忆有什么妥善的解决方案的话，独和统都单方面的难以成功。古林头之后，老共并没有放弃攻台1949年12月，毛泽东给林彪的电报里说，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的全部兵力，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他还特别强调，你们必须研究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重蹈金门的覆辙。1950年1月，毛泽东再次电令华东军区，准备在1950年夏季夺取台湾。1950年上半年，第3野战军开始征集船只，从浙江、福建沿海征调渔船、商船，准备改装成登陆艇。部队呢也在进行渡海作战训练，这些都不是做做样子而真的准备在打。但6月25日，一切又变了。为何说又变了呢？对于老共来说就在前几年，1945年，就是朝鲜半岛的问题，让台湾从可能回归中国变成了蒋介石独占。现在1950年，又是朝鲜半岛，让台湾从即将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变成了继续被国民党统治。朝鲜战争爆发了。很多人会问，台湾不是很重要吗？为什么老共宁愿去帮朝鲜，也不要打台湾呢？其实答案很讽刺首先，老共认为朝鲜是唇亡齿寒，台湾是迟早要收。如果美国占领了朝鲜，下一步呢就是威胁中国东北，东北可是新中国的工业基地如果东北被威胁，新政权的根基就动摇了。相比之下呢，台湾在海上，短期内对新政权的威胁没有朝鲜那么直接。其次呢，苏联还在背后给他们施压。斯大林给毛泽东施压说，朝鲜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前沿，你必须支持。如果你老共不去，和苏联的关系就会当场破裂。所以老共的选择是先稳住朝鲜，台湾以后再说。这个选择让台湾躲过了1950年代的再次进攻。那么有一个问题来了，也是很多朋友关心的，美国这位台湾人民和中国人民共同的好朋友，为什么在古林头的时候他好像突然消失了呢？而朝鲜战争一爆发，他立刻又来了。难道美国能未卜先知国民党军队会赢？当然不是古林头之战，也就是1949年10月的时候，美国呢还在观望。美国对国民党的态度当时是冷淡的，杜鲁门政府内部的判断是国民党太腐败、太无能，继续支持他们只是浪费钱。当时的国务卿艾奇逊甚至准备发表对华白皮书，直接宣布中国内战我们美国不再介入。所以古林头战役的时候，美国根本没打算要出兵，也根本没打算要帮忙，他只是在观望，看看国民党能不能自己守住。古林头赢了之后，美国的态度才从准备放弃变成了也许值得观望，但还没到必须保护的程度。而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的战略恐慌升级了。美国立刻意识到，这不是朝鲜的问题，这是整个亚洲的问题。如果台湾也落入共产党手里，整个西太平洋就会变成红色的海洋，日本会被孤立，菲律宾会被威胁，美国在东亚的防线会全线崩溃。所以6月27日朝鲜战争仅仅爆发2天后，杜鲁门就下令第7舰队开进台湾海峡。这不是保护蒋介石这是保护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的逻辑很清楚，
古林头的时候，美国还不确定要不要管台湾，甚至打算干脆放弃得了。而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确定了台湾必须得守住，否则整个东亚防线就崩溃了。所以这里老查要说一个可能让很多台湾朋友失望而且不爽的拆解了。美国在1950年代选择帮助台湾，并不是为了台湾，而是为了中华民国蒋委员长的这个政权，其目的是为了对抗中国的红色大陆。虽然实质上受惠的是台湾本岛没错，但在其出发点一直是优先考虑自身的利益和其自身的地缘影响力。在这一点上，美国和其他殖民或者曾经殖民过日本的集团或政权并无不同。而在台湾和美国的博弈里，或者说任何国家的博弈里谁依赖谁多一些少一些才是决定性的关键。这里我们也顺道拆解一下美国这位老朋友在台海问题上的一些操作。很多人认为老美一早就开始支援台湾了，刚才我们也说了，并不存在的。有说法说台湾战后经济崩溃主要是因为国民党搞的金圆券，而美国才是支援台湾的好朋友。那我们就仔细看一下1945年至1949年，台湾确实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原因呢，首先战后接收混乱，国民党接受台湾的时候，把日本留下的部分资产大量运往了大陆，因为日本人也不傻他们撤离的时候也带走了不少物资。其次呢，是金圆券的改革失败。1948年的时候，国民党在大陆推行金圆券改革，强制老百姓把黄金银元换成金圆券，结果呢，金圆券迅速贬值，变成了废纸。台湾呢也被纳入金圆券的体系，所以呢也被拖下了水。再就是国共内战导致金融崩溃，大陆的金融体系崩溃，台湾作为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当然也受到了冲击。所以台湾经济崩溃不是金圆券导致的，而是大陆的金融体系崩溃，台湾呢又被纳入了同一体系，所以受到了冲击。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不是单点原因。于是呢就有朋友联想到，在那之后呢是美国每年给台湾1亿美元稳定了经济。这个观点的时间线呢是有点混乱的。台湾早期的稳定物价主要依靠的是什么呀？是1949年蒋介石带到台湾的黄金储备。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候，把国库的黄金银元全部搬到了台湾，这些黄金呢成为1949年新台币发行的担保，这才是台湾物价稳定的真正原因。至于美元确实是存在的，但高峰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之后。1950年至1960年代，美国每年给台湾约1亿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这些钱不是救命稻草，而是战略投资。美国要的不是台湾经济好，而是台湾你得守得住，不要倒向共产党。所以台湾经济的稳定，在1949至1950是短期靠黄金储备，1950至1965是中期呢靠美国援助，在1960年代之后才是靠长期自己的工业化。而且可别忘了，这是在中共第一次武统失败之后，美国才开始进行援助的，可不是美国为了养活台湾，而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台湾度过了一个危险的时期。几年之后，1958年的8月23日，老共开始炮击金门了，44万发炮弹打了好几个月。很多人会问你既然已经打不下金门了，为什么还要打炮呢？答案很简单，这就不是军事行动，这是政治宣传。老共的目的就是威慑台湾，让台湾人知道我们随时会打过去的，同时呢试探美国，看看美国会不会真的出兵保台湾。另外呢还要对内宣传，向国内民众证明我们没有放弃台湾。而美国的反应呢，美国的第7舰队立刻护航国军的运输船给金门进行补给，美国的空军在台湾海峡上空巡逻，防止老共空袭。但美国没有直接开火，因为美国的底线是只要你不打台湾本岛，我呢就不介入。金门是外岛，打金门呢美国可以容忍，但如果打台湾本岛，美国就会立刻出兵。老共也明白这个底线，所以炮战呢打了几个月，最后变成了单打双不打，也就是单日打炮，双日呢就不打了。这就完全成了一场政治表演。老共要告诉国内的民众，我们还在解放台湾哦。国民党呢要告诉台湾民众，我们在抵抗共匪。美国要告诉全世界，我们在保护自由世界。但实际上三方都心照不宣，谁也不想真的打，因为真打呢代价太大了。这时候又冒出另外一个问题美国曾经占领了日本，也曾经呢在韩国驻军，那为什么不干脆上岸直接控制台湾呢？这个讨论就有点意思因为当时台湾是有合法政府的，就是中华民国。日本投降后是战败国，没有政府，或者准确的说不允许旧政府的存在，所以美国可以占领，可以直接统治。韩国呢原本是日本的殖民地，也早已经没有合法的政府了，所以美国呢可以托管。但台湾呢，台湾是有中华民国政府的呀，
当时美国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他承认中华民国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如果美国直接占领台湾，那就等于侵略中国呀，这在国际法上站不住脚。另外呢，美国呢不想直接卷入中国的内战，如果美国占领台湾，就等于美国直接和中国开战了。朝鲜战争已经打得够麻烦的了，美国呢不想再和中国打第二场战争，所以美国的战略是：我保护台湾，但我不占领台湾；我支持中华民国，但我不替中华民国打仗。这样呢，既能遏制共产党，又不用直接卷入战争。最后一个考量呢是蒋介石领导层还有一些利用价值。如果美国占领了台湾，蒋介石就会变成傀儡，但美国需要蒋介石这个招牌来维持中华民国是中国合法政府的说法，所以美国的政策是给钱、给武器、给保护，但不上岸、不直接统治。这样既能控制台湾，同时不用承担占领中国领土的骂名。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策略从头到尾就是我要你听话而已，但我不想对你负责。我们来小结一下1950年至1979年这30年，老共的策略呢，从攻台的失败到武力威胁，他不敢真打，因为美国来了，制空权、制海权都不在自己手里。美国这个新玩家呢，既保护台湾，但又不占领，因为他想维持中华民国这块招牌来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的策略是一边喊反攻大陆，但呢也不敢真打，因为美国其实根本不支持，自己呢也没这个实力了。而台湾本省人的感受是从茫然到庆幸美国还在，因为亲眼看到、亲耳听到对岸搞大跃进、文革，弄挨死了很多人，美国带来的经济援助，生活比对岸好多了。美国的第7舰队又挡住了老共的炮弹。中国这个标签在台湾本省人心里和贫穷、动乱、威胁越绑越紧，而美国这个标签在台湾人的心里开始和保护、稳定、富裕联系起来。这种心态会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强。于是时间来到了1979年。1979年1月1日，两件大事同时发生，中美建交了，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同一天，老共宣布停止炮击金门，提出了和平统一的方针。这是一个重大转变从武力解放变成了和平统一。很多人会问，怎么就变了呢？表面上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了，中美建交了，老共他转正了。改革的开放呢，需要稳定的环境，武力威胁了30年也没什么用。但老查要告诉大家的是真正的原因呢，是从三方的战略重组来看。中美建交，很多人以为是美国抛弃了台湾，并没有，美国只是换了一套更精妙的控制系统。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微操1978年12月15日，总统卡特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与中华民国断交，废除与中华民国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并且撤出了驻台的美军。老共以为太好了，美国终于承认我们了，台湾终于没人保护了。但仅仅3个月之后，1979年的3月28至29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众议院339票赞成，50票反对，参议院85票赞成，4票反对。紧接着1979年的4月10日，还是卡特总统签署生效。这是什么操作这就是美国设计的天平系统。天平的一端，中美3个联合公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天平的另一端，台湾关系法实质保护台湾。为什么说这个设计很精妙因为它解决了美国的3个核心问题。第一是法理上不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不是国际条约，它只说台湾和台湾人民，所以表面上美国遵守了一个中国的原则。第二呢，是实质上继续控制台湾。虽然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被废除了，但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将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决定台湾前途的行为，美国将严重关切。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不明说我保护你，但你如果被打了，我会严重关切。这就是战略模糊不明确承诺我会出兵，但也不明确说我不会出兵，让你两岸都不敢轻举妄动。第3个方面更精妙，他直接绕过总统，由国会立法。为什么台湾关系法不是总统的行政命令，而是国会立法呢？因为国会立法比总统命令更稳定，总统可以换，行政命令可以改，但国会立法要废除的话非常困难。而且当时情况是卡特总统呢急着跟中国建交，目的是为了对抗苏联，但国会里有大量的亲台议员，比如那些反共势力和院外游说团。国会觉得总统出卖盟友，所以呢想立法来制衡，
这样一来，台湾关系法通过的非常顺利。我们刚才也说了，众议院339对50，参议院85对4，几乎是压倒性的多数。这说明保护台湾在美国两党之间是有共识的，不是哪个总统个人的决定，而是美国战略利益的需要。很多分析说，老共在1979年犯了3个判断失误：第一是说以为时间站在了自己这边；第二是以为大陆经济好了，台湾呢就会过来；第三就是以为美国和中华民国的断交就不管台湾了。但老查的拆解里发现这不是老共的判断失误，而是被3重结构给锁死了。1950年至1979年这30年，台湾人的认同在变化。1949年的时候，他们说我们是中国人，当然了，是被中华民国给强迫的。1960年代，我们是台湾的中国人，这时候注意是台湾的中国人了。到了1970年代，就变成了我们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老共当然也看到这个趋势但问题是老共能怎么办呢？继续武力威胁吗？只会让台湾人更反感。立刻武力攻台，美国的第7舰队又打不过，什么都不做吗？等于默认台湾的独立。所以老共只能换一个策略，叫和平统一。这不是因为老共突然开朗了，而是因为武力这条路呢，在美国的保护下已经走不通了。而且我们也知道，1950年至1970年代，大陆发生了什么？大跃进饿死了上千万的人，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1976年四人帮倒台，经济濒临崩溃。台湾人通过各种渠道听说了这些事，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你对岸这么穷这么乱，还要我们统一？而台湾我们之前也说了，很快就成为了亚洲4小龙之一，对比效应太明显了。所以老共必须改变政策，先让大陆富起来，再谈统一。这就是邓小平1978年启动改革开放的背景之一。另外，老共以为美国承认了我们，断绝了和台湾的外交关系，撤军了，废除了防御条约，那台湾就等于没人保护了，我们的机会就来了。可没想到是，美国只是换了一套保护系统，从中美共同防御条约这个国际条约换成了台湾关系法，它自家的国内法，而且呢还是个涉外干预法案。从明确防卫义务变成了战略模糊，从驻军台湾换成了军售台湾，表面上退了3步，实际上1步没退。而且更妙的是国内法比国际条约更难废除，因为国际条约可以通过外交谈判修改，但国内法是美国自己的内政，中国还管不着。所以老共发现美国虽然断交，但保护台湾的承诺一点也没变，武力攻台美国还是会介入。这就不是老共的判断失误了，而是美国设计的太精妙了。老共面对的不是一个失去保护的台湾，而是一个换了保护方式的台湾。在这种情况下，老共只能改变策略，从武力转向和平。既然武力不行，那就只能谈。但怎么谈什么呢？这时候需要一个具体的方案于是1981年9月30日国庆前夕，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前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通过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台湾回归祖国，实行和平统一的9条方针政策，后来被称为叶9条。那为什么是叶剑英来提叶剑英时任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是中共的元老，10大元帅之一，在党内和军内都有极高的威望。更重要的是，他不是主管对台工作的人，而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负责人。用他的名义提出叶9条，意味着这不是某个部门的政策，而是国家意志。而且这个时机非常关键，因为1981年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敏感的时代。里根刚刚上台，他在竞选时说如果我当选，我要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甚至考虑重建与台湾的官方关系。这让老共非常警惕所以叶9条的提出有2个目的：对内给台湾一个具体的统一方案，对外对美国施压，削弱其售台武器的理由。叶9条的核心内容是什么？简单的说，就是一国两制的雏形，建议国共两党对等谈判，而不是中央与地方。建议两岸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也就是所谓的3通。统一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而且可以保留军队。台湾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台湾领导人可担任全国性政治职务。台湾财政困难，中央可补助。台湾人回大陆定居，不受歧视。欢迎台湾工商界来大陆投资，欢迎台湾各界提供建议。这9条包含了什么？首先第一个就是老共一直强调的一个中国，但有2种制度。台湾可以保持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可以保留军队，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让步。第二呢是对等谈判，不是投降，不再提中央与地方，而是国共两党，给足了台湾的面子。
第三是具体到三通可操作，可操作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具体的交流方式。1982年1月，邓小平说9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其实才是中共领导人首次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而台湾当局怎么回应啊？当时的蒋经国蒋公视叶9条为统战手段，缺乏诚意，不予接受。国民党坚持汉贼不两立的正统思维，反对第三次国共合作，认为会出卖台湾的利益。尽管有私下的接触，譬如叶剑英通过密使传话，但蒋经国方面仅仅称可以研究，并没有实质的回应。这时候呢，很多人以为在1981年提出叶9条之后，1987年台湾戒严，中间这6年什么都没发生。但其实这6年恰恰是两岸关系最微妙的6年。1981年至1982年，中美围绕军售进行了激烈的博弈。叶9条提出后，果然美国的内部呢出现了分歧。一部分人说叶9条显示了中国的诚意，我们不应该再卖武器给台湾了。另一部分人说，正因为中国在拉拢台湾，我们更要卖武器保持平衡。最后1982年8月17日，中美签署了817公报，中美3个联合公报中的最后一个。美国承诺，美国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并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但同时，里根私下给中华民国台湾6项保证：第一，美国不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第二呢，我们不会修改台湾关系法；第三是不会事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议对台的军售；第四是不在台北与北京之间进行调解；第五是不会改变台湾主权的立场；第六是不会逼迫台湾与大陆谈判。这又是美国的天平游戏表面上用817公报安抚了大陆，私下里用6项保证稳住了台湾。1983年6月25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学者杨利宇，进一步阐述了对台政策，后面又称邓6条。第一，台湾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共同的语言。第二，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因为那是2个中国。第四，台湾可以有其他省市没有的某些权利。第五，和平统一不是大陆吃掉台湾，也不是台湾吃掉大陆。第六，建议两党平等会谈，不要让外国插手。从叶9条到邓6条，一国两制内容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系统化。于是1984年，中国和英国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一国两制这个方针从开始只是对台湾的一个构想，变成了一个现实的方案。同年，邓小平说1997年的香港回归马上就可以向台湾证明一国两制不是空话。大家可能没想到吧，一国两制呢其实最早是为台湾设计的，而香港呢只是一个实施地。可没想到的是，2020年的香港让之前的这些努力成为了一个谈资。历史再次向台湾人证明，阿兰可能已经褪色成了阿定，但老共还是那个老共。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宣布解除戒严。1987年的11月2日，台湾开放了民众可以回大陆探亲。我们稍微总结一下1979年至1987年这8年，老共的策略转变不是失误，而是被逼的。从武力解放到和平统一，不是因为老共突然开朗了，而是因为美国的保护让武力攻台成本太高，大陆的经济又太差，没有吸引力，台湾认同又转变了，武力呢只会适得其反。所以老共换了策略，先改革开放让大陆富起来，再用一国两制给台湾一个甜头。而美国的精妙设计换壳保护天平游戏，表面上是与台湾断交了，实际上是用台湾关系法加6项保证继续保护台湾。而且这套系统比以前更稳，台湾关系法是国内法，中国管不着，战略模糊让两岸都不敢轻举妄动，天平游戏永远保持两岸力量的平衡。美国要的从来不是台湾的独立，也不是统一，美国要的是维持现状，让台湾永远可以做美国的棋子。这就是为什么如果台湾真的敢扯下中华民国的牌匾，美国也会震怒。因为中华民国这个招牌虽然不被国际承认，但是它让台湾处在了一个不统不独的灰色地带。它既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所以不算违背和中共的协议，它呢又不是大陆的一部分，所以美国可以继续介入，这才是美国最想要的状态。而台湾本土人的感受是什么？1980年代大陆穷得叮当响，我们根本就不想统一老共的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对台湾本省人来说听起来就是对岸要来管我们的嘛，而他们完全不想再被管了
所以老共越舔，台湾人就越跑，不是因为老共舔的不够好，而是因为时机错了，方式错了，身份的认同呢也已经变了。这就是1979年、1987年中宗台中老共呢作为另外一个主角的故事。好，本章的内容上下两集终于完成了。我们再回顾一下这38年里中宗台之间的第一次真正的三方较量。蒋介石带着200万人和国库黄金登陆了台湾，把台湾变成了一个穿金戴银的贵族小姐。然后呢，国民党用38年的高压统治，把中国这个标签和痛苦记忆绑在了一起。本省人从我们也是中国人变成了我们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而在这38年里，对岸的共产党从武力解放变成了和平统一，从炮击金门变成了一国两制。他以为放下拳头给个甜头就能买来认同，但他不知道的是，当一个女生被家暴男伤透了心，她想要的不是另外一个男人的豪车和房子，而要的是独立和自由。更何况你这个新来的追求者还带着你必须得嫁给我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老共追得越凶，台湾人跑得越快。1987年台湾解严，38年的戒严终于结束了，台湾开始走向了民主化。1988年蒋经国去世，李登辉成为台湾第一个本省人总统。从这一刻开始，台湾的政治彻底变了。而我们今天讲的三方困局也正式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急了，等不及了；中华民国国民党懵了，不知道自己是谁；台湾的本土派硬了，嘴上和行动上都想独立，但实际呢也只能维持现状。三方谁也赢不了，谁也输不起，谁也动不了。整个这个第5章我们用了上下集才说完如果大家认为这就是中东台关系系列的高潮了，没有，更深度的纠葛其实才刚刚开始。1987年之后，台湾发生了什么？很多人说台湾民主了呀，变得自由了呀，但民主化的台湾真的只有自由和美好吗？并不完全是民主化带来了2个没人预料到的副产品。第一个副产品是黑金政治。1990年代的台湾表面上是民主灯塔，实际上是立法院里坐着黑道大哥，县市长是地方角头，议会里天天打架，选举时呢天天买票。大家都可能看过梁家辉演的一个电影叫《黑金》就会知道那个年代有多疯狂。民主化了，但也腐朽了。第二个副产品就更有意思了，台商在大陆当起了大爷。1987年台湾开放探亲，1990年代台商大举西进。那个年代的大陆是台湾的后花园台商在大陆开厂，台湾的男人在大陆被当成了有钱人、高级人。大陆女性仰慕台湾男人就像今天仰慕欧美男人一样，甘愿当二奶，甘愿生孩子，只求能跟台湾男人过上好日子。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年代台湾的人均 GDP 是大陆的20倍以上，台湾人拿着新台币在大陆那就是土豪台湾人穿着名牌开着进口车，在大陆就是上等人。这种巨大的经济落差塑造了台湾人对大陆的优越感，而这种优越感后来变成了我们比你们先进，我们还比你们民主，我们比你们更文明，所以我们凭什么要跟你们统一这就是为什么1990年至2000年代两岸经济交流最热络的时候，台湾的本土认同反而越来越强。因为台湾人去了大陆不是被祖国感动而是被落差所震撼。他们回到台湾之后更加确信了我们和他们不一样，他们太落后了。于是在1987至2020这将近30年里，国民党从强势走向了颓弱，民进党从激进走向了务实，共产党从和平统一走向了军演常态化，两岸从一开始的互相牵制走向越来越对立。而更有意思的是，两岸经济交流越密切，台湾的本土认同反而越强。因为在1990年代的交流让台湾人看到了我们比你们强的差距，强化了优越感。而在2000年代之后，这个差距开始倒转，大陆的经济开始崛起，台湾的优势不在，这让台湾人又产生一种新的焦虑。以前我们看不起你们，现在你们想反过来吃掉我们。这种优越感到焦虑感的转变，让中东台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下一集我们来拆解1987至2020民主化的台湾、崛起的大陆和纸面上的中华民国。我是查尔斯老查，这里是摸石过河，欢迎关注中东台关系系列节目。如果你觉得这期节目有价值，请转发、订阅、打开小铃铛，让更多人看到这个系列。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